从北京到台湾，唐先生凭借超人的记忆力，写下一道道思念的菜。先生在书上说到，中元节本来无关乎迷信，原本是世道两家一种节会，原名瓜节。这里要补充的是，那么中元节在上古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了，在佛教之前，它好几百年它就已经存在。那么它是为了庆祝7月中的时候丰收，去感谢大地和感谢祖先的一种节日。因为7月中盛产瓜果，所以呢又叫瓜节。这个地方到了盛唐时期，那么7月15号成为佛教的节会，叫盂兰盆节。因为那一天是僧众结下圆满的日子，所以佛教人是在功德圆满之日施佛济僧，以报亲恩。所以这是一个中元节是一个慎终追远、孝思不愧的一个节日。比起上元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情人节等节日，有着更深厚宏远的、更有意义的一个节日。中国传统文献对于农历7月又称巧月或瓜月，并没有鬼月的说法。那么从东汉到清代之间的所有的历书都没有记载鬼月这种事情，所以知道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习俗。但是呢，鬼门开怎么来的呢？很有可能是台湾跟中国东南沿海的汉人社会才有的观念。为什么台湾的鬼月的概念？是因为台湾移民社会死伤甚多，例如漳泉械斗、原汉对立、抗荷、抗清、抗日等移民问题，造成了许多万善宫、百姓爷、义民庙等无主嗣祠。那么为了安抚孤魂、化解仇恨，台湾在清代晚期开始形成普渡死难者的大型祭祀活动。日治前期的调查当中，将农历7月称为鬼月的说法也并不普遍。由此可知，鬼月其实是现代的产物，只有这几十年来才有流行的说法。先生又提到，在滇黔边区的苗瑶同胞，7月14到15两天也要焚化纸钱，遥祭先灵。他们奠祭比汉人还要隆重，一共举行2天，14叫江南节，15叫江西节。至于名称由来，也无可考了。他们的祭品跟汉族不同，有一种西瓜山，一种紫茄饼，是祭礼中不可少的。西瓜山是挑选硕大的西瓜，从中间分上下切成若干齿纹。那么紫茄饼是用糯米制成皮，用青菜茄泥做馅儿。那么紫茄饼做法种类繁多，所以这其中呢，苗妇们技巧横出，还有比赛的意味，算是苗疆的一种真实美味了。既然谈到了茄饼，我们就来做做看。这是身在台湾的我没有吃过的，我们祭祀中元节，从来没有吃过茄饼。那么在查找资料的过程当中，才知道中国江南各地普遍中元节有吃茄饼的一个习俗，对我来说相当有趣，咱们就来做做看。可见到江南各地都可见到茄饼和西瓜祭祀的一个习俗。茄饼是用
小麦粉或糯米粉榨成的，西瓜切成锯齿状，这一点先生所言不假。又见到茄子有3种做法，一种是做成茄盒，台湾也常见茄盒的做法，一种是做成半月形，一种是以面粉加上切成丝的茄子摊煎成饼。半月形的茄饼很接近先生所说的以糯米做成皮，那么我就选用半月形的造型来做做看。糯米粉加水揉成团，那么做起来的皮呢比较厚，不像纸，不像糯米纸。包上茄子馅之后，那么咬起来咔哧作响，虽然风味不错，但似乎不像先生所说的糯米纸包成茄泥这样子的一个意思。市面上也有贩售糯米纸，一般称作糖果纸或是威化纸，也就是包在糖果外面那一层薄薄的，但普遍是用树薯淀粉、玉米淀粉和小麦粉做成的，里面一点糯米粉的成分都没有，所以虽然可想而知成功率很高，包住茄泥油炸就成功了，但还是想以糯米做成糯米纸。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段视频，这是衡阳的一位师傅做成的糯米纸，那么他接近江西，也是地处江南，我想大概就是这个做法了吧，那就是糯米粉加入清水当中，再加入桃胶，桃胶具有粘性，它产自桃树，是在中药房就可以买到。到附近的中药行试着问问看，没想到竟然有，所以很快就买了回来。我们动手做吧。在使用糯米粉之前，突发奇想，使用糯米打成碎粉，再煎看看效果如何。以果汁机打成米浆之后，下锅煎，结果煎出来的果并不好，因为果汁机打出来的颗粒太粗了，面饼中间夹杂生的米粒，那么吃起来夹生，所以失败。还是乖乖利用市售的糯米粉吧。这就是桃胶，呈颗粒小石头状，琥珀色，很漂亮。那么现在泡水，给它泡发，它会吸水，会胀大，我们要泡一阵子。这是泡发后的桃胶。变成软软的，有点弹性。据衡阳师傅说有粘性，我们试试看有没有，丢进米浆里面去试试看。放入桃胶，再放入糯米粉，一起打成米浆。那么因为加入桃胶的关系，米浆呈现淡淡的粉红色。下锅煎，涂上薄薄的一层，这是第一次煎的饼皮，那么并没有师傅所说的弹性，我很纳闷，那么一下就撕开了。
若是卷起来，把饼皮折起来，也觉得快要断的感觉。第二次下锅，我的粉浆涂得厚一点。有点黏，起锅后还是觉得饼皮没有弹性，一下就撕破了，也没能像师傅一般做出薄如纸的质感。还是先准备内馅吧，切姜、切葱，加进清水里面做成葱姜水，做一些肉馅儿，绞肉剁碎，在绞肉里面加入葱姜水，拌进去，让绞肉吃进水之后，有葱姜的香味，还可以去腥。放几分钟备用。今天的主角茄子要磨成泥，之后再把茄子剁碎一点，剁成泥。茄子放进绞肉里备用。胡萝卜切片，改刀切丝。再改刀切碎。香菇，菇类不用洗，菇类是海绵体，一旦冲了水，它吸收水分，容易失去它的风味。那么只要用刷子轻轻的刷干净就可以了。切片，改刀切碎，直接下锅，锅里不必加油，只要直接下去，煸炒香菇，就可以把菇的香味给提出来。煸好的香菇放进肉馅里。起油锅，把肉馅、蔬菜一起下锅，很快就熟了。加点盐和一点白胡椒，调味很简单。这是刚煎好的3张饼皮。那么糯米皮非常有粘性，所以叠在一块的时候都粘在一块了。放入炒熟的肉馅，试着包包看，非常粘手，快要破掉了，不好包。在取用第2张面皮的时候，就已经粘在一块了。重启油锅，再煎1张面皮。这一次在锅里面直接放入肉馅，包包看，是不是能包成月牙形？破了，失败。试了好几次，这个方法看来不行，失败率很高。加上香菜，虽然味道还不错，像汤圆夹肉馅，也就是鲜肉汤圆的味道，
味道还不错。不过呢，卖相太难看了。是不是因为桃胶没出胶的关系呢？那么试着去熬它，会不会让它出胶呢？试试看，熬它个几分钟。结果我们看到依然清清如水，只不过水的颜色更黄了一些。熬过的桃胶像白木耳一样脆脆的、滑滑的，它的液体摸起来也滑滑的，加上熬过的桃胶，再一次开锅，试着涂上薄薄一层糯米粉，薄薄的，质地比较脆，很难想象可以折起来，看来是不行。饼皮很粘手，包的过程很不容易。破皮了，包起来有点困难，仿佛快破掉了，也折不起来，因为一折就破。这是比较厚的粉浆去煎的饼皮，比较厚一点，但是就没有糯米纸的感觉了。但是包包看，可以折起来。这时候有点粘性，它直接就粘上去了。第二个就非常顺利，左边折，右边折，折起来，总算有一个比较像样的。2个糯米卷下锅煎，煎到焦黄以后，我们来试试味道。一口咬下去，咔滋作响。不得不说，茄子馅非常的美味，糯米皮加上肉馅，有鲜肉汤圆的味道。茄子磨成泥，加入肉馅、香菇、胡萝卜、香菜，非常的美味。那么也吃不出茄子的味道。如果害怕吃茄子的朋友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这个加上糯米皮的组合非常好吃。至于是不是唐先生所说的江南节、江西节的茄饼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Bon appétit。